它这里的木梁啊，都已经断裂了，木板全部都已经垮完了。你周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是那个大厅内部。嗨，大家好，我是沙生。现在我在日本的埼玉县。那今天啊，我们要去探寻一座修建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古迹。关于这座古迹啊，它是位于埼玉县的一个陡峭的山坡之上。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很快啊就成为了许多登山者的一个热门的圣地。不过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销声匿迹，就废弃掉了。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这一个古迹还存不存在呢？我们就带着这些谜团啊，一块儿去一探究竟。你看，这里啊有一座神庙，上面写上了百鸟神社。那这座神社呢，它的规模不是很大，可别看它小啊，它可是始建于公元9世纪末，这个是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神社了。其实最早啊，这座神庙呢，它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战国时期，而里面呢，它供奉着3位非常厉害的神仙。你知道是哪3位吗？不知道。好像据说啊，这里面供奉着菅原道真，还有羽山公主和日本武尊，是不是蛮厉害的？你看旁边这里啊，还写上了奉祝天皇陛下欲继位。1000多年的神社啊，就在这里了。哎，财源滚进。木窗，哇，这里面好黑啊！它是一个挺幽深的一个过道，里面呢应该是一个神龛。你看上面这里还有一幅日式的这种绘画，是不是还蛮不错的？而我们要去探寻的那一个古代的遗迹呢，它就在这一座山上面，但是现在呢，并没有任何的路标，所以我们就只能沿着这个山路上去呢寻找一下。走。就是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上，然后进入登山之路。百鸟神社，这里面好黑啊，开亮一点。相传啊，这座山上面原本有一座城堡，原名呢叫做百鸟城吧。那大约是在天文年间，也就是1532到1555年左右吧，是由藤田家族修建的。不过到了战乱时期呢，这个北条氏就攻陷了这里。那没有办法，这藤田呢只有投降了北条，那这座城堡呢也就一并交给了北条。不过后来北条好像是迁移到了埼玉县的另外一座叫做波形城的地方吧，这里就变成了一座城塞。那再到后来呢，慢慢的就没落了。你看，现在这条山路不太好走，比较陡峭，而且小路呢比较的多，越往里面走可以说是没有路了。
所以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呢就会迷路。你看这山路啊，很不好走，许多的树木呢都已经倒塌下来了。像昨天我们去探寻的那个废弃的老宅啊，它那个山上还有很多那种防止山体滑坡的一些设施吧，而这里呢却没有，只是把下面的这些树木啊，把它都砍掉了。这样的话也可以防止啊这样的一些滚落吧。路上比较的颠簸，比较的崎岖，而且你看它有很多的小路啊，分叉的路啊，所以一不小心啊，可能走错的话就迷路了。不过要去到这座城堡的话，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一直啊沿着这条直线，像这样攀爬上去，那一定没错。我们还是先这样走看一下，怎么样？OK，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体验一下这条非常崎岖的森林小路。好多的乌鸦。哇，这树都已经倒下来了。我得这样跨过去。哎，喂，这还不太好跨。好，从下面这样走。哇，你看这里就有没路了。你看旁边，看来我又走错了。哎，走错了。在里面一不小心啊，就会迷路。看着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一旦进来以后，这里面就是错综复杂的小路。哎，你看他找到路了，从这一边上去。什么情况？走不动了吗？来，我先往前面走。好像又没路了。来，从这边。这爬山，手上还拿着1-2公斤的稳定器和相机，哇，真是特别的艰难。哎呀，哇，又开始分路了。哎，怎么走？
往左边。哇！你看，我想我已经找到那座废弃的城堡了，它就在那个地方。哎呀，找到了！哎，哇，它在这个地方。来慢一点啊，歇一会儿。哇，你看前面这里啊，就是这座城堡了。看上去规模并不是很大，就是一栋2层高的建筑吧。不过从这里上去的话，好像还得再爬一段路程。这。你看，这个城堡啊，与其说是城堡，我觉得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天守阁。旁边这里能看到底下的这个城市，哎。哎呦，杂草林！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山路啊，现在总算是来到了这栋建筑的底下。你看这栋建筑啊，它其实呢是模拟战国时期的城堡或者说是天守阁来修建的，而原本最初的那座城堡啊，早已经在这里消失不见了。那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当地呢为了开发它的旅游行业嘛，所以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就修建了这一栋建筑。而后来呢，为了给它增加那个钢筋混凝土加固吧，结果修建到一半，发现预算不够了，结果怎么办呢？就破产了呗。后来这栋建筑啊就一直废弃呢，至今现在看上去啊摇摇欲坠的。走，进去看一下。这栋建筑它周围全是树林，而从外观来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仿木式的造型？我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小田园城，或者说是比较像大阪城的那个天守阁。它这里的铁门是开着的，旁边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铁门。哇哦，里面是它的地基，你看全是钢架结构。你看下面的这些砖瓦掉落的一地都是。小心点啊，我先走。它这里的木梁啊，都已经断裂了，木板全部都已经垮完了。你周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是那个大厅内部。
哇，这要过去有点危险哦。这有点像是在走独木桥。好，我先去。哦，乖了，来慢一点，走这一根。来手。好 ，OK。这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到2楼。上面这些木板全部都已经开裂了，地上有一些像齿轮一样的东西。虽然这是切割机啊，虽然这是一栋现代的建筑，但是它里面啊，却有很多古老的东西。哎，小心点哦，这个木板有一点不太结实，踩到这个梁上面。哎，这柜子啊，全部是那种仿古式的，里面都是空的，还是营造出了那种挺古老的感觉。这不要踩空哦。你就在那边等着我，我去看。你这边都是一些柜子，还有颜色。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切割机是不是？其实我倒觉得像是一个放那个城门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春田，这什么字？看不太清楚。好像是可以这样打开，有点像那个闸门一样的感觉。这底下都已经镂空了，上面，哇哦！我感觉这层啊，应该在过去是一个小卖部，你看那边还有那种怎么说呢，柜台，就卖东西的，卖一些纪念品啊。啊，里面有一些木桩啊，还有这种像轴一样的东西，都是营造一种古代的感觉。啊，这里有点不太好走啊。过去也应该是一个楼梯吧？知道看不到。上面的这些窗户，还有它的屋梁全没了。木板，走起来有点心慌，就像是陷阱一样。看那边还有一个房间，不知道是不是卫生间。稍等一下。哎，这不是卫生间哎，你看，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储物间。2楼，这阶梯，你看上面，这2层啊，也是这种挺薄的一层木板，不知道上面怎么样。上面有可能是一个观景台，或者是一个瞭望窗口。你拿着，我上去看一下。慢一点啊，踩到那个钢筋的部分。这个木阶梯啊，还比较的结实。来，墙都已经破洞了。
上面果然是一个观景台。这是一些木门还没有装上的，你看中间啊，墙上都还有钢筋加固的。上面看上去，我感觉里面好像都是这种钢架结构。钢架结构与木质组合修建的。这窗户啊，都已经破洞了。走出去看一下。哇，这真是像事故现场一样。你这藤条。天，下面还在响音乐啊，这应该是到点了吧？现在是3点钟，不知道说什么。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最底层。这栋天守阁啊，我觉得保存的确实不太完好了。不仅是刚才看到里面的那些木地板啊，还有屋顶啊，都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我感觉在未来的某一天啊，整栋楼可能随时都会坍塌掉。不过上面的风景啊，确实非常的漂亮。你周围，下面全是树林。从刚才上来的时候啊，这一层层的这种像防守一样的要塞或防守一样的工事吧，那在过去的古代啊，那一定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防守的要地。你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小的神龛，不知道是不是过去古代留下来的，就供奉在那个地方。好吧，上面就是这样，我们先下去。哇，出来了！这栋建筑啊，还真是蛮危险的，因为里面很多东西啊都已经是腐朽不堪，而且摇摇欲坠的，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而曾经的那些历史古迹呢，也早已经是消失不见了。很难想象的是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里还是日本东映电影的外景取景的拍摄地。像有一部电影啊，叫做有言实行三姐妹吧，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啊。他们曾经就在这里呢拍摄过。虽然现在啊看到的这一栋建筑呢是山寨的，可我觉得啊这并不重要。这就像是江户时代德川家康的幕府大阪城，不也是毁掉以后，后来在遗址上面重新修建与修复的吗？我觉得啊，
更重要的是探索与旅行嘛，重走那一段战国之路。虽然过去的那些历史啊，已经变成了一种传说，但却被当地的人啊津津乐道，又或者说是代代相传吧。那就说明曾经在这里啊，一定是发生过有趣的故事，又或者说是精彩的内容。那在这里啊，能看到昭和时代和战国时期的文化与建筑，有机会呢，不妨来这里啊欣赏一下。不过得注意安全哦，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森，这是。那我们现在呢，在日本埼玉县的天神山城。那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